中国地方财政已经彻底凉了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只有可怜的48699亿，同比暴跌16%。咱们心算一下，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少收了将近1万亿的土地出让金，这已经是连续第3年2位数下跌了，而且跌幅比2023年的13.2%还要大。要知道，2021年的时候，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可是达到了惊人的8.7万亿。短短3年时间，这个数字直接腰斩，少了整整3.8万亿。这3.8万亿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一个深圳市2024年的 GDP 总量啊！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相关数据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0.6%，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暴跌12.9%，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更是狂跌17%。大家发现没有？这些数据都是2位数的下跌，而且跌幅都在10%以上。有人可能会说，现在不是在搞经济刺激吗？房地产不是出台了很多新政策吗？但事实就是，这些政策都没什么卵用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老百姓不愿意买房了，老百姓对未来预期不好，收入也在下降，谁还敢贷款买房啊？从2021年的高位到现在，卖地收入累计下降了44.1%，这个跌幅跟商品房销售额近3年的累计降幅基本一致。虽然去年第4季度跌幅有所收窄，但这就跟得了重感冒发烧40度，现在降到39度一样，有什么好高兴的？更糟糕的是，多位财税专家分析认为，这种颓势根本就扭转不了。原因也很简单，一方面存量闲置土地开发难度太大，会严重占用房企的现金流；另一方面，像恒大、碧桂园这样的大型房企债务问题还没解决，其他房企看到这种情况，谁还敢大手笔拿地？看看2025年的预期就知道有多惨了。有专家预测说，虽然地方政府可能会加快优质地块供应，想方设法盘活存量土地，但土地市场成交量仍将继续探底。换句话说，2025年的卖地收入还得继续往下跌。所以说白了，现在地方政府是进退两难，土地卖不出去，财政收入就没着落。要是强行降价促销，又会导致房价下跌，进一步打击购房者信心。这不就是一个死循环吗？更要命的是，很多地方政府之前靠土地财政养了一大堆吃财政饭的人，现在土地收入暴跌，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这种情况不禁让人想起明朝末年，当时的地方官员也是没钱发饷，结果呢，最后逼得士兵们造反了，这才有了李自成、张献忠。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啊。不过咱也就是感慨一下，大家听听就好。说完地方财政，咱们再来看看和房地产息息相关的家装家居行业。这个行业可真是惨不忍睹啊。2024年 A 股的家装家居头部企业纷纷发布业绩预告，一个个都在亏损，就连盈利的企业利润也在狂跌。这不禁让人想起了2015年股灾时期的惨状。我们先来看看装修行业的几个大佬。在 A 股装饰装修行业市值排名前10的公司中，广田集团、中天精装和宝鹰股份已经提前报了2024年的业绩。这几家公司的数据简直惨不忍睹。先说广田集团，这家公司预计2024年要亏损 1.8 亿到 2.6 亿。要知道，这可是行业里的龙头企业啊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，更是要亏掉 1.785 亿到 2.585 亿。这么大的亏损，搁在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。再看看中天精装，情况更糟。这家公司预计2024年要亏损 3.5 亿到 4.5 亿，扣非后净利润亏损 3.4 亿到 4.4 亿。
大家可别忘了，2023年他们还有833.53万元的盈利呢。这一年的时间，从盈利到巨亏，简直就是从天堂掉到了地狱。宝鹰股份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，预计2024年要亏损6.3亿到8.3亿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一年的财政收入啊！这么大的亏损额，放在10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情。有人可能会说，这些装修公司亏损，主要是因为跟恒大这样的房企绑得太深。那我们再来看看家居行业的老大们，这些企业主要做家居定制，应该能好一点吧？错，定制家居行业的老大欧派家居说了，2024年净利润预计在25.8亿到28.84亿之间，看起来不少是吧？但这比去年减少了5%到15%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的营业收入在182.26亿到205.04亿之间，同比暴跌10%到20%。简单算一下，一年的营收就少了将近50亿。另一个定制家居巨头索菲亚的情况也不乐观，虽然他们2024年的净利润预计能达到13.24亿到14.50亿，同比增长5%到15%，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只有10.21亿到11.35亿，比上年还要降0%到10%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真正的主营业务其实也在走下坡路。欧派家居自己都说了，这是他们30年来最严峻的挑战。新房销售持续低迷，二手房市场虽然有点起色，但根本拉动不了装修需求。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买完房都没钱装修了，只能将就着住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些企业还面临着内忧外患。一方面是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，导致新房装修订单萎缩；另一方面是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，人工成本却降不下来。这就好比是被两面夹击，进退维谷。索菲亚的高管在分析会上说得很明白，受地产周期影响，再加上市场竞争加剧，整个行业的增速都在放缓。说白了，这个行业已经到了寒冬期。以前大家装修一个房子动辄20-30万，现在能花10万都不错了。有业内人士分析说，这种情况短期内很难改变。目前中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，居民收入增长放缓，消费能力受到明显影响。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，新房成交量持续萎缩，二手房市场也难见起色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年轻一代的购房意愿和支付能力都在下降，装修需求自然也就跟着萎缩。从更深层次来看，这反映出整个行业正在经历结构性调整。过去依赖于房地产高速发展的商业模式已经难以为继，企业必须寻找新的增长点。但在当前经济环境下，转型之路并不平坦。一方面要面对成本上升的压力，另一方面还要应对消费降级的趋势，这让许多企业陷入了两难境地。这种状况从侧面反映出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。当一个国家的家装家居行业持续低迷时，往往意味着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减少，消费信心在下降。这不仅关系到一个行业的兴衰，更折射出整体经济环境的严峻挑战。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扭转，整个行业的未来发展令人担忧。最后来说说今年中国人过年出游的情况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25年春节期间的出境游市场陷入低迷，反映出中国居民消费能力和信心的持续下滑。这种省吃俭用式旅游的现象，成为观察中国经济状况的一个重要窗口。据 China Trading Desk 的预测，今年春节8天长假期间，预计只有220万到260万人会出境旅游。虽然比去年增长了30%，但跟疫情前的巅峰水平相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
疫情前春节出境游能达到630万人次，现在连巅峰时期的一半都不到。而且更让人心酸的是，现在旅游的质量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广州一位在国企工作的陈女士透露，疫情前她每年春节都去欧洲滑雪，玩上2周，预算随随便便就是1万美元。但今年呢，她的工资已经2年没涨了，年终奖更是腰斩，最后只能等到最后一刻抢特价机票，订了个去大阪的廉价团，预算只有2000美元，住的还是每晚只要300块钱的便宜酒店。这种情况在中国现在太普遍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持续了3年的疫情清零政策已经把中国经济打垮了，再加上现在这个房地产危机，老百姓的财富都在不断缩水。现在找工作难，房价跌，股市跌，养老金也不知道能不能保住，谁还敢大手大脚花钱？我们来对比一下数据，就知道有多惨了。中国民航局预计，在春运40天里，国内和国际航线的旅客总量大概在9000万人次，同比增长才8%。要知道，2023年可是增长了51%啊！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即便是国内游，老百姓也在勒紧裤腰带。从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也能看出问题。现在中国游客都在选择日本、韩国这些邻近的国家，或者是泰国、马来西亚这种东南亚国家。为什么？因为近啊，机票便宜啊。至于美国、欧洲这种远途目的地，现在基本上成了奢望。新西兰旅游局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。他们统计显示，截至2024年10月，中国游客数量只恢复到疫情前的60%。而且他们预计，就算是春节黄金周，这个数字也很难回到2019年的水平。最让人心酸的是订票方式的变化。根据统计，现在将近75%的中国游客都在等最后一刻的特价机票。从上海飞济州岛的单程机票，有人等到只要284元才下手。香港的机票和酒店价格比去年春节跌了20%，人们还在观望。这哪里是度假，简直就是在抢购特价商品啊！更可怕的是，这种状况短期内根本看不到好转的希望。路威闵轩、古驰这些奢侈品公司在中国的销售持续下滑，说明连有钱人都开始收紧钱包了。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老话：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现在不仅是普通老百姓在节衣缩食，连那些以前挥金如土的富人也开始精打细算了。回想起10年前的春节黄金周，中国游客在巴黎、伦敦、纽约这些城市疯狂购物的盛况，再对比现在这种省吃俭用式旅游，不得不感慨，这哪里是什么经济复苏啊，简直就是在苟延残喘啊！现在的中国老百姓不是不想花钱，而是不敢花钱，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更难。